有粉丝留言想听恐怖游戏《恶灵附身》的游戏剧情，好，安排。《恶灵附身》是一款由三上真司制作的生存恐怖游戏，因此这游戏也有股生化危机的味道。玩家将化身警探塞巴斯汀，在一场看似普通的案件调查中，陷入一个由幻觉与恐怖编织的世界。如果你也喜欢那种压抑到窒息的恐怖氛围，那么这款《恶灵附身》绝对能满足你。它不是单纯的惊吓，而是一场贯穿全程的精神折磨。资源紧缺，怪物强大，理智与生存之间只有一线之隔。每一个敌人都是痛苦与仇恨的具象化，而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决定你是否能活到最后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《恶灵附身》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。在一个暴雨倾盆的克里姆森市，一辆警车疾驰在空旷的街道上。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主角塞巴斯汀，他与同伴们刚刚接到紧急任务，需要赶赴灯塔精神病院。那里据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凶案，车内气氛紧绷。几名警员在交换情报时，车载电台突然发出刺耳的噪音，吓得司机康纳利险些失控。后排的约瑟夫感觉头痛难忍，而初级探员基德曼则显得冷漠。他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句：“到了就知道了。”此时，远处的灯塔亮起刺目的光芒，仿佛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恐惧。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，医院外停满了警车，但诡异的是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推开大门，扑鼻而来的血腥味让人作呕。塞巴斯汀立即安排经验不足的基德曼留守在入口，以防意外。进入大厅后，映入眼帘的是触目惊心的场景，地面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，鲜血染红了整个房间。继续深入，他们在一间小房间里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医生。此时，监控画面中却出现了恐怖一幕，数名警员正在与某种未知的存在对峙，一个身披风衣的男人突兀出现，瞬间击倒了他们。塞巴斯汀还没反应过来，风衣男的身影便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。接下来的记忆彻底陷入空白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被倒吊在一间布满尸体的房间里。一个面目狰狞的屠夫正挥舞着工具，不断肢解着眼前的死尸。趁其分神，塞巴斯汀艰难地抽出插在尸体上的匕首，割断绳索，悄悄试图从后门溜走。然而运气并不站在他这边，机关的警报骤然响起，屠夫听声而来，电锯轰鸣着逼近。但这电锯杀人魔却有着十足的恶趣味，明明有机会击杀男主，但他却享受着追逐虐杀的乐趣，给塞巴斯汀留下了一线生机。塞巴斯汀拼命逃亡，跌跌撞撞冲进地窖，纵身跃入下方的血池，才勉强保住一条性命。侥幸逃出屠夫的追杀后，塞巴斯汀终于找到了一部电梯，成功摆脱了危险。可当他走出灯塔精神病院时，外面世界的景象却如同噩梦一般可怕。就在危急时刻，司机康纳利驾驶着警车冲到他面前，带他逃离。车上除了基德曼，还有幸存下来的医生马塞罗，以及一名叫莱斯利的病人。几人坐在车内，试图逃离这片混乱的城市。但在高速行驶途中，塞巴斯汀的余光里竟看到那个风衣男的身影闪过，下一秒却不见踪影。紧接着，驾驶座上的康纳利开始出现异常，他的皮肤鼓起脓包，神志逐渐失控，车子彻底失去控制。伴随着莱斯利的尖叫，整辆车冲出隧道，坠入山崖。当塞巴斯汀再次恢复意识时，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陌生的病房中，这里有一名护士看守，这也就是本作的安全屋，可以用来休整、补给，甚至强化能力。在一般游戏里，安全屋都是温暖且明亮的，然而这并不是这样，这里反而更像是监狱。不过好在这的小护士还看得过去。没过多久，画面骤然一转，塞巴斯汀又在燃烧的车里惊醒，他连忙爬了出去。四周一片荒凉，伙伴们不知所踪。他挣扎着走出车厢，远远看见康纳利的身影，连忙追了上去。但很快他意识到不对劲，康纳利正低头啃食着某种东西，随着一颗人头滚落在地，塞巴斯汀才发现康纳利已不再是人类，而是变成了怪物。迫不得已，他只能举枪结束了同伴的生命。在不远处的山洞里，他找到了状态异常的莱斯利，但这名病人精神极度混乱，很快便跑入黑暗消失。塞巴斯汀一路追踪，穿过布满陷阱的洞穴，最终来到一处破败的村庄。这里的居民看似普通，但在远处灯塔的光芒照耀下，他们逐渐扭曲，化为怪物。
在这里弹药极度稀缺，塞巴斯汀不得不依靠匕首和火柴小心前进。正当他苦苦支撑时，怪物的数量却越来越多，将他逼入了绝境。情急之下，他跳入河中，顺着水流才逃出升天。脱险后，他在一处民宅内遇见了马塞罗医生。医生正在寻找失踪的病人莱斯利，出于职责，他坚持要找到对方。二人结伴同行，途中他们遭遇了手持电锯的强敌。经过一番恶战，塞巴斯汀成功击杀对方，并用电锯破开了封锁的大门。门后便是马塞罗弟弟经营的赡养院，这里曾是莱斯利接受治疗的地方。可惜院中早已沦陷，马塞罗的弟弟也未能幸免。最终，在一处地下室，他们找到蜷缩在角落里的莱斯利，但麻烦接踵而至，一只隐形的怪物悄然出现，让他们陷入新的困境。就在三人准备离开之时，房门忽然被推开，一个身披风衣的男子出现在眼前，他的身影阴冷而诡异。马塞罗医生立刻认出了他，这风衣男名叫鲁维克。随着他伸手一挥，整个空间瞬间崩塌，三人被强行分开。塞巴斯汀被冲击卷入血海，醒来时已身处一间宛如屠宰场的空间。鲁维克的能力令人恐惧，他能随意改变环境，甚至凭意念召唤出无数怪物。塞巴斯汀被迫与大批丧尸周旋，险些丧命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很快遇到了一只令无数玩家留下阴影的怪物——贞子般的存在。这怪物身形扭曲，能凭借尸体随时重生，还能瞬间出现在他面前。子弹几乎无法伤害他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逃命。塞巴斯汀在恐怖的追逐中不断设法阻挡，最终依靠火焰才勉强压制他。几番恶战后，他终于将其彻底消灭。历经劫难，塞巴斯汀再次与搭档约瑟夫重逢。然而不久之后，约瑟夫突然异变，脓包浮现，几乎要彻底失去理智，甚至差点将塞巴斯汀掐死。好在他很快恢复了清醒，但显然某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他们的身体与精神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呼救声，循声而去，发现基德曼被困在一只正在注水的铁笼中。Kidman! Get me out of this thing! Wait a minute. It's another trap. Look. It's much more elaborate. 塞巴斯汀拼命击退周围的敌人，将他救出。可危机并未结束，大地突然塌陷，三人再次被分开。随着探索的深入，塞巴斯汀逐渐触及到了鲁维克的秘密，并亲眼看到了对方的记忆碎片。鲁维克原名鲁本，出身富裕家庭，有一个姐姐劳拉，姐弟感情深厚，但一场因仇恨引发的大火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劳拉被困火海而死，鲁本全身重度烧伤，从此心理彻底扭曲。他开始研究人脑，甚至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，妄图借助科技复活姐姐。最终，他设计了一个名为 STEM 的系统，一个可以用脑电波共享意识的虚拟世界。然而，鲁本的成果被马塞罗医生出卖，落入了神秘组织莫比乌斯手中。为了完全掌控 STEM， 组织将鲁本的身体肢解，只保留了他的大脑作为系统核心。可他们没料到，鲁本的大脑仍保持强烈的自我意识，从而在 STEM 中成为了无所不能的存在。鲁维克的恐怖力量并非空穴来风，塞巴斯汀在前进途中接连遭遇各种怪物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头戴巨大保险箱的怪物宝箱头，它能够不断复活，即使被击倒，也能在另一处保险箱中重新现身。塞巴斯汀一边关闭毒气阀门，一边与他死战，最终他凭借地形将其压制在机关下，才算逃过一劫。探索的过程中，塞巴斯汀穿越到了一片向日葵盛开的农场。这片风景与之前的阴暗截然不同，却与鲁维克的记忆紧密相连。原来，多年前村民因不满鲁本家族掠夺土地，纵火烧毁谷仓，导致姐弟俩遭遇悲剧。Hey, I think there's kids in there. I didn't hear anything. Somebody, open the door! Reuben! Reuben, you have to climb!
从那一刻起，鲁本心底埋下了无法磨灭的仇恨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塞巴斯汀逐渐明白 STEM 系统的怪物正是鲁维克痛苦回忆与扭曲情感的具象化。比如宝箱头源于他被肢解和研究成果被盗的愤怒，而贞子般的怪物则是劳拉的死亡与复仇心的化身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名幸存者莱斯利的重要性逐渐显露。这个神志不清的病人，其脑电波与鲁维克极为相似。鲁维克企图利用这一点融合莱斯利，从而回到现实世界。而一个名为莫比乌斯的组织同样盯上了莱斯利，他们派出的特工正是表面上只是菜鸟警探的基德曼，他的任务就是带走莱斯利。只不过塞巴斯汀对此还不知情。在重重险境中，塞巴斯汀与同伴几度重逢，又一次次被迫分开。约瑟夫逐渐失去对自身的掌控，基德曼的身份也越来越可疑。最终，所有线索都指向灯塔精神病院，那是整个噩梦的核心，也是唯一的出口。抵达精神病院后，塞巴斯汀经历了连番战斗，甚至遭遇巨大怪物的围攻。他一路杀出重围，终于来到系统的核心。而不远处，莱斯利正被基德曼盯上。关键时刻，基德曼试图开枪杀掉莱斯利，理由是不能让鲁维克借此复活，但塞巴斯汀不愿接受。在塞巴斯汀眼里，基德曼的身份与动机仍然扑朔迷离，他只能选择保护莱斯利。紧接着，鲁维克现身，庞大的脑组织在幻象中不断膨胀。鲁维克成功将莱斯利吸收，恶灵附身自此降临，一只由怨恨与疯狂融合而成的巨型怪物登场。最后的战斗异常艰苦，塞巴斯汀先后用机枪、火箭筒等武器拼死对抗，终于击中怪物的弱点，彻底摧毁了鲁维克的核心。随着最后一声枪响，噩梦终于走向终结。当他再次睁开眼时，已回到现实。塞巴斯汀拔下了后脑的装置，走出病院。外面增援已到，但他的内心仍旧笼罩着阴影。在混乱的幻觉中，他仿佛看见莱斯利的身影逐渐远去。就这样，第一部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，但还有谜团尚未解开，比如基德曼在 STEM 中有着怎样的经历，莫比乌斯这个神秘组织的全貌，以及塞巴斯汀妻子麦拉的下落等，我会在下期女主基德曼的故事中进行揭晓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视频制作不易，若是喜欢还请点赞支持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